好，下一個呢？我們要送給你是工作卡關的人，大概是28到35歲，做了一段時間的工作，出現瓶頸或是感情熱情消退，哪呢啦？來，第一題，這邊是登機前廣播，最後登機呼叫，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提醒您，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不提供承諾結果，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如果您正在猶豫，不是因為您不夠好，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再次提醒 ，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謝謝您準時登機，再會。我的工作其實不錯，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還是空空的。當你說你工作還不錯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沒有心力啦。你心理力量弄完了，你缺乏別人給你更多的心理力量。你在工作上面表現得很卓越的原因，是因為工作 always 會帶給你很明確的確定感。所以那些數字給你的感覺，會讓你覺得你好像認真在活着。不，醒醒吧！當你夜深人靜回家的時候，難不成你不會覺得有那麼一刻，你孤單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理解你嗎？難不成有那一刻你會覺得，天哪，對我來說現階段能喝水都覺得好無聊，但那卻是他人世界中很幸福的事情。你失去了對於幸福的感知能力了。那是因為你從未停下你汲汲營營的腳步。那我希望，如果此時此刻你有更短的時間來個1分鐘就好，1分鐘就好，你幫我把你的雙手舉起來，在你的面前，仔細看看你自己，他被你變成什麼樣子了？是否是你喜歡的樣子？那麼如果不喜歡，那請你現在答應你自己，也答應我，此時此刻我們開始改變。無論它是多微小的改變，每天少用5分鐘手機，每一天在工作有意識的提醒自己，我是為了我自己工作，而不是為了錢工作，而不是為了他人工作。每一天活出更喜歡自己的版本吧，祝福你。好，下一個，每天都好像在重複一樣的生活，這樣算成功嗎？如果你重複的生活是你喜歡的，並且能夠使你覺得圓滿、覺得平靜。覺得重複它，你並不覺得浪費時間，覺得內耗，那麼是你成功了。但如果你一直以來都在過着你不喜歡的生活，你的忍耐力很強。但我想，1我不推薦，2我不喜歡，3在我的世界裡面，你可能失敗了。我不能這麼說你成功或失敗，但我會告訴你，你為什麼不去想一想，如果你要過的生活能夠過得更好的話，你為什麼現在要重複它？如果你真的這麼辛苦的話，你真的企圖以為你的生命不會有終結點嗎？你真的希望你死掉的那一天是死在工作崗位上嗎？還是其實你踏上你真的很喜歡的旅行，然後你吃了一頓你好久沒有好好吃過的飯，看了一場你真的很想看的電影，聽了一首你一直錯過的新歌，雖然它對你來說已經不是很新了，對吧？什麼樣的人生是你想要的？我想此時此刻你應該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吧，對吧？加油！來，第3題，我不是沒有能力，但是我好像找不到成就感。成就感跟你能力好壞沒有關係，它跟你有多少穩定性，多少你擁有自己的內在，多少你擁抱過自己的時刻有關係。你多少，你可能都忘記上一次你為了自己成功吃炸雞啤酒的時候是什麼時候了。對，為自己慶祝，即便那個慶祝是很微小的。就像是 email 寄出成功的這種很微小的慶祝，我想你太少為自己舉辦只有你一個人能夠享受的派對了。對，我希望你去替自己做好多好多事情，走出門外，然後去感受那些你從未感受的感受，並且去記得那些感受帶給你的深刻影響吧。我覺得這才是你真正想要去的地方。你的人生中有很多美好的畫面，是在你工作中，在你執行專案中錯過的。好吧，雖然過了新年好像有點久了，但是我允許你給自己一個新年的願望，是阿金給你的，這樣，
替自己許一個新年願望吧，然後我會幫你禱告，這個願望也一定會實現的，加油。好，下一題。我現在在公司做很久了，可是越來越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浪費時間。Yes， 你在浪費時間。你在浪費時間。我很開心有任何人問了這個問題，以及你有這個感知。那請容許我清楚的再告訴你一次 ，Yes， 你在浪費時間。好，那麼問題來了，我該怎麼不浪費時間呢？一旦你偏離了你原本想要去的生活越來越遠，你就在浪費你的時間了。你會告訴自己，我在忍耐，我再等一下，如果我有錢，我領到年終，我就一定怎麼樣。那麼為什麼不是此時此刻呢？你真的會活到明天嗎？你真的會長生不老嗎？還是你真的很迫切的期待下一個你更好的人生朝你狂奔？以及如果是的話，那麼現在想要告訴你答案，你永遠都有選擇。我沒有鼓勵你辭職，我沒有鼓勵你離開一段關係，我沒有鼓勵任何事情。我鼓勵的是什麼？我鼓勵的事情是你有足夠多的勇氣去識別你面前的問題，你該如何解決，並且採取行動，不是只是空想。如果你只是空想，你只會覺得越來越內耗而已。And go， 離開你的辦公桌，去找任何一個開闊的地方，告訴他你就是值得這麼大的天空。飛吧！來，最後一題，我好想離開，但是怕離開後更迷失。不是，就是人生中是一種迷失的總和啊。你永遠在迷路的路上，或者說你正在迷路。為啥啊？對，因為你永遠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標。人們會這樣子講，就是人生目標不就是這個嗎？好 ，OK， 你達到一個目標之後，難道不成就沒有下一個目標嗎？對，你達成下一個目標之後，你會說我要一個新的目標嗎？所以你永遠都在人生方向上找尋不同的目標，所以你永遠不會達到一個目標之後你就停下來，除非你失去方向。對，所以核心問題是你迷路了嘛，所以你要給自己定一個人生方向。那麼我的人生方向是什麼呢？我跟你分享，就是盡可能的幫助所有的人的生命變得越來越好。所以如果你說我幫助10個人是一個目標的話，那我完成10個人之后，我的方向都失去了嗎？好像不會，我會一直做這件事情，直到我掛掉為止。去想一下吧，如果你這時候你能夠對一個人伸出援手，那個人在你面前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嘿，我覺得我人生好像迷失了，你該給我什麼樣的建議？想象一下，你會怎麼跟他說？by the way，請容許我提醒你，他就是幼小的你。